子晴，你知不知道，妈的昨天晚上没撑住，人已经走了。他死，那是他命短，关我屁事！你他妈的说什么？还敢动手？啊！我的眼睛！秦总出事了！啊！血脉断绝，情节加深，心死志未消，道与无道有缘。今日便赐你上古剑天神童之传承，望你善用此力。精品玉雕如意，玉质通透，价值4。什么情况？秦总，刚才也不知道他们刚才争执什么。咦，没好了？刚才你的眼睛不是？这是怎么回事？我居然能看到古董的信息和价值。人没事就好，小店做的是清净买卖，容不得这般吵闹。这位先生，请吧。老板，收话了。王明的《桃园仙境图》，这是我家祖传的，绝对真迹。要不是我急用钱，我才不卖。您呀，给长长眼，价格合适就行。现代低劣仿品，价值20元。清代镇墙木竹图，价值5000万。什么情况？为什么会有2个信息价？以前倒是听说过，有人为了保护真迹，会用特殊的手法将名画藏在不起眼的假画之下。难道这幅假画只是个幌子，里面另有乾坤？这个画地摊50块都卖不出去，你拿来我们国宝斋来，简直丢人现眼！赶紧拿走，别给这添乱了。哎，算了算了，既然你们不识货，那我就去别家看看。兄弟，你这画虽然做工粗糙，但挂在家里也能算个装饰品。这样吧，500万，你把这画卖了，咱就拿这个还。小伙子，这个仿品印刷厂都是批量生产的，论斤卖都嫌贵，你居然花500块钱去买，我跟你说，你真有这个闲钱，去找个保洁把我这收拾了。我来这儿也就碰碰运气，没想到居然还真有人拿头给出钱，500块是什么呀？不过苍蝇腿也是肉嘛。好，500成交。我跟你说吧，今天是我缺钱，要不然我才不卖。你俩可是占了大便宜啊！回去了。连最基本的鉴赏常识都没有。这位先生，您这画不过是连外行都难以骗到的低等仿品，你现在去追，那人应该还没有走远。林海姐，多谢你的提醒。只不过这幅画的价值远远不止你们看到的那么简单。小伙子，你真以为你识到漏了？别让人把你哄了。王叔，这幅画的门道可不是谁都有福气能看出来的。稍微来个懂货的，我敢保证，这幅画至少能值5000万。哎呀，小伙子，你真以为别人跟你一样蠢，花500块钱去买这种低劣的赝品？我可以跟你这样说，你别说5000万，就是50块钱能卖出去，我都给你磕一个。别摸了，再摸也是个赝品，开不出花来。这是假的。这6分半书的题款，20阶铺办的章法，
这印章绝对不会错，这就是镇桥大师的真迹墨竹图。什么？秦总，你不会看错吧？万一……不会错，我爷爷生前最爱的珍藏里就有一幅镇桥大师的兰竹芳心图。我从小看到大，对他的笔触、用墨痕迹熟悉的不能再熟悉。这幅墨竹图精气神完足，绝对是根基无疑，而且它保存的完好，其价值至少在5000万左右。5000万？你不会说是他花了500块钱建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漏？我秦婉英经营古堡斋多年，自认为眼力不差，但如今却心不够，不知这位先生如何称呼？我叫李旺。李先生，可否请你聘请为古堡斋的首席鉴定师，月薪10万？这不行！这小子压根儿就是个外行，你要让他当鉴宝师，那我干什么啊？我在品鉴师几十年，老师傅了，你让我给他打杂呀？王叔，您上个月看走眼，购入了2件高仿赝品，导致古堡斋损失了200万。这能者为师，我秦万英用人只看门路。你今后就跟着李先生好好学习，如果还有异议的话，那就只能请您另谋高就。这份工作我接了。喂，李先生，我朋友最近在为一件家传的古玉而焦头烂额，您让我做东，介绍你们认识认识。好啊。林总，不是我吹牛，这只玉壶春瓶至少也是清代的官窑精品。您看这釉色，飞润透亮，这花盒繁而不乱。我和子阳也是机缘巧合，从一个老藏家后生那里得到的。当初买入我花了这个数，现在着急周转，只要600万，当是交个朋友。诗诗，久等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电话里说的高人李旺，李先生，现在是古堡斋的首席鉴宝师。坐吧。古堡斋怎么会请他来当首席鉴宝师？没事，姐姐，他想丢人现眼，就让他丢。哼，请个什么都不懂的废物来找你，今天这2个小富婆，还不是任由我们宰割？婉念，这人靠谱吗？放心吧，诗诗，我什么时候看错过人？李先生的本事，你待会儿就知道。婉念，这个瓶子我刚才粗略的看了一下，觉得它的器型和釉光都还不错，你觉得呢？李先生，你就帮诗诗长长眼，看看这玉壶春瓶怎么样？好的，秦总。哼，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苏晴和张子阳又在用假货行骗。哟，李大鉴宝师，看得这么快，有没有看出什么门道啊？秦总，这件宝贝啊，是假货。假的？假的？怎么会？李先生，你不过是随意扫了一眼，就判定此物为赝品，未免太过儿戏了吧？我虽然不及婉莹专业，但也看得出此瓶造型古朴，釉色莹润，尤其是这画风颇具古韵，至少是清朝乾隆时期的东西。李先生，这玉壶底部的修胎工艺和款式特征，确实不像是赝品。秦小姐，您既然请我过来长眼，就应该相信我的眼力。我说它是假货，它就一定是。够了，李旺，就是因为我不答应你的求婚，你就要现在这样处处跟我作对，搅黄我的生意吗？太卑鄙
币了。你们认识？何止是认识啊！林总说出来不怕你笑话，这李旺啊，像个哈巴狗似的舔了我好几年，但我实在受不了他那没出息的样子，就没答应他。谁知道他因爱生恨，一直纠缠我，报复我。林总，您这位朋友一定是被这小子给骗了。他就是个工地搬砖的民工，大学还没念几天，还装什么会鉴宝？就是，他说这东西是赝品，无非就是看我选了子阳没选他，眼红了，想搅黄我的生意来报复。李旺，这是怎么回事？秦小姐，我们之间确实有点私人恩怨，但是并不影响我的鉴定结果。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这个东西是清代乾隆官窑的百花不落地，它确实要比一般地摊货要强不少，但成本也就值2000。这瓶子是我花了2000块托鬼手楼做的高仿，足能以假乱真，不是行业的顶尖大佬根本看不出问题。李旺这个废物，怎么可能一眼就看穿？甚至连成本都猜得一分不差。李旺，你要是真有这么牛逼的鉴定技术，怎么当初和个傻子一样，买了个赝品，倾家荡产呀，回家供着和个宝贝一样？宽爷，我看这人就是个绣花枕头，你别被他装腔作势的模样给骗了。你先立马把他解雇了，你现在立刻给我离开！诗诗，我相信李旺在古堡斋，他仅凭一眼就能从一副劣质仿画的夹层中找出价值5000万的正巧真迹，这眼力绝非常人。秦总，你别被他给骗了，谁知道那是不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像他这种人，为了接近你们这种有钱人，什么手段使不出来？诗诗，不管李旺和他们有什么恩怨啊，我觉得这东西我们都别收了，宁错过不打眼啊！我林诗诗执掌万宝楼也不是1天2天了，我见过的珍宝比你吃过的饭还多，我就不信以我的眼力，还不如你一个装模作样的门外汉。600万，这玉壶春瓶我万宝楼收了。这玉壶春瓶我万宝楼收了。600万，居然就这么成了，这下发财了。这姓林的娘们儿果然是胸大无脑，人傻钱多。这次老子总算踩到一头大肥羊了。哎，还是林总识货。沙卡，林总，我最后和你说一次，这是个赝品。如果你非要花600万买这么个东西，你一定会血本无归的。我花我自己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装模作样的把戏唬得了婉英，可唬不了我林诗诗。就是，林总好歹是万宝楼的老板，月保无数。林总的眼光难道还比不上工地搬砖的？林总，你当真要买这个假东西？当然，我相信我的眼光，这就是一件清代真品。给我刷卡。你干什么？李旺，你做什么？你这是恶意损坏文物！黄英，你看你找的什么人？粗俗无礼，毫无规矩！你现在立刻把他给我赶出去！哎呦，我的传家宝！林总，就算你们有什么争议，也不能直接让人砸了我的东西啊！600万，你们都得赔，一分都不能少！李旺，就算你再去和我抢了小钱，也不能拿这个发脾气吧？好了，都别吵了，都别吵了。李旺是我带来的，这600万我出了。另外，诗诗，国宝斋的任意一件宝物随便挑，就当是我替李旺向你赔礼。黄英，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不跟他计较，否则就凭他毁了我看中的东西，我都绝对跟他没完。秦总，这钱不能给。李旺，什么意思？存心跟我作对是吧？李旺，
你弄坏了小琴的传家宝，现在是想耍赖吗？秦总，看来这钱现在不但不能给，咱还现在需要立刻报警。报警？李旺，你有完没完？环一好心好意替你擦屁股息事离人，你不但不嫌事大，还想报警，你非得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才满意。林总，如果这个古董真的值600万，那它被毁了就是一桩巨大的财务损毁，这属于刑事案件的范畴。等警察来了，该赔偿赔偿，该追责追责，我绝不含糊。报警啊，我看就不必了吧。啊，既然秦总愿意赔偿，我看今天这事儿，咱就了了吧。啊，然后咱也不用麻烦警察同志，对吧？啊，对吧？对，秦总找完账，这事儿就算了。哦，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私下交易金额巨大，这个到时候要问起来说不清道不明的，那可不好办了。哼，你说等警察就等警察了，李旺，我们可没你这么闲。有什么事儿跟我的律师谈吧。这样，我们走。慢着。二位，这么着急走干什么？600万赔偿款，不要了。二位这么着急走干什么呀？600万赔偿款呢？不要了。李旺，你就算死缠烂打，我们也没可能了。这件事我会让我们律师来处理的。苏小姐，你刚才还哭得震天响地的说这是你的传家宝，价值连城。但一会儿警察来了，你这哭处不在，这不合适吧？李总，朋友带来的人毁了我的传家宝，现在还像黑社会一样不让我们走。你们万宝楼就是这么对待合作伙伴的吗？李旺，你一个外行人装模作样毁了一件珍宝，现在还要勒索人家苏小姐，你真以为有婉莹在，我就不敢拿你怎么样是吗？算了，跟这种人计较什么？不就是几百万吗？回头我给你补上。毕竟啊，我不像某些人，还得哄着女人吃软饭过日子。看在林总的面子上，这件事我就不计较。不过我现在可没什么心情谈合作了。林总，站住！能记得我刚才说了吧？报警处理！这个臭屌丝到底想干什么？虽然说咱们那些东西的做工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不少买家已经打过眼了，但是咱们这2天已经脱手了不少赝品，我还背着案底，要是警察来了，又要被关着。李哥，我知道你之前和小琴关系不错啊，是吧？我也不想把关系闹僵，这样的，听我的，咱们就私了，好不好？哦，私了啊，行啊，哎，你们只需要出30万，30万精神损失费，现在立刻马上咱就把这事儿了。什么？李旺，你砸了人家的传家宝，现在反咬一口勒索人家30万，你还要不要脸？婉叶，这就是你千挑万选的首席鉴宝师，我看他就是一个地痞无赖，为了在前女友面前逞能，用尽下作手段。李旺，你是不是还没有忘掉苏晴？其实也没必要这样的。这也和我的私事无关。哎，林小姐，你既然觉得我能敲诈勒索的话，那咱报警吧。我觉得报警合适。行啊，你报警啊，看警察来了你怎么办？婉燕，到时候要赔钱，你可别报。好，我别，哎，没事，李哥，别闹，哎，千万别报警，没事，没事。张先生，你这是做什么？哎，李哥，都是我和小琴的错，是吗？刚才我们说话是重了点。哎，这样，这30万，该赔，该嘛，我们赔啊！直接滚，给你个转账来。凭什么？你这怎么样？啊，我们这还真让他报警啊！警察一来，这真的假的还藏得住吗？再说了，这30万本来就是从他身上拿出来的，刚刚跟我没什么损失，就当我在救灾了。多谢苏小姐啊！
林总、秦总，今天多打扰，改日我一定登门道歉。婉音，这到底怎么回事？明明是李旺砸了苏秦的传家宝，为什么他们愿意痛快的认栽，甚至愿意赔偿他30万？不对，张子阳和苏秦如果真是吃了600万的亏，绝不可能那么轻易善罢甘休，更不会在被威胁报警时露出那种惊慌失措、急于脱身的表情，除非……他们心里有鬼，怕警察来了暴露比损失600万更严重的问题。果然，这瓷片上的纹路不对，这是景德镇一家专门生产高端仿古工艺瓷的工厂，所有的特征，这根本就是一件出厂不到1年的现代仿品，难怪他们那么心虚。所以他刚才根本就不是冲动砸瓶，而是算准了一切。他早就看穿了那是赝品，甚至连对方害怕报警这一点也拿捏了。这眼力，这胆识，还有这份对人心和局面的精准掌控，李旺他到底是什么人？哎，婉音，你看出什么了吗？是，你看，哦，这纹路是景德镇工厂的那家仿品。这纹路是景德镇工厂的那家仿品。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刚才他们赔偿的30万根本就不是赔偿费，而是封口费。这么说来，我刚刚差点花600万买了一件高仿赝品，还对试图阻止我的李旺破口大骂。天哪，我都干了些什么？李先生，诗诗她就是这样的性格，单纯直率，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有时候难免有些冲动。刚才那些话你不要介意啊。他为什么不说话？是不是真的生气了？都怪我刚才那么过分，当着婉英的面那样质疑他。他明明有这么过人的眼力，绝对是大师级别的人物，却平白受了我这么多羞辱。他这是要干什么？难道……普通白木价值100。林总，你这个手串是假货。行。什么？不会吧？这奇楠之鸟手串是我朋友去年花了300万从国外买回来给我当生日礼物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呢？婉英，你闻闻，这香味可好闻了。诗诗，这味道好像确实……什么？这根本就不是奇楠，而是普通白木，用大量人工香精气泡制成的仿制品。你若不信，就用力摩擦珠子，发热后闻，一定会有股隐隐的酸浊气味。真是假的？说起来，若不是李先生提醒，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些。连婉英都没看出来有问题，可李旺只看了一眼，真假立判，这种眼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李大师，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身上的其他东西有没有问题啊？李大师，你要是看出了什么问题，你就直接说，这一次我一定虚心求教。没想到林诗诗还有这样一面，跟之前张牙舞爪的模样完全不同。不过这丫头是不是太没戒心了？李小姐，你这是……李小姐，你这是……李大师，这玉坠是不是真的？这是我妈留给我的，我从小就戴着。我操，她还真就这么拉上我手了。这位大小姐的脑回路是不是太直接了点？秦总还在旁边看着呢。你仔细看看吧，这对我很重要的。
和田洋制百亿籽料市场估值80万元。林小姐，你是上好的和田白玉杨枝籽料，若是从小就佩戴，经过人体油脂的滋养，会更加温润。市场价值80万左右，是个好东西，也是份好心意，好好带着吧。李大师，你也太厉害了吧！就这么摸了一下，就能看出来这么多啊！哎，李大师，还有一件东西，想让李大师帮我长长眼。这个呢？这是真的吗？林小姐，这么好吧？没什么不好的，你要是觉得有什么问题，你就直说。这次我绝对不生气，我就想听真话。铂金镶嵌天然蓝宝石，意大利工艺，市场估值20万元。林小姐，意大利工艺镶嵌的天然蓝宝石，色彩纯正，火彩不错，整体设计工艺精良，市场价值20万。李大师，你真的神了！哎，这就是我去年在意大利买的，20万零8千。你的眼力简直比专业仪器还准。幻夜，到底哪里找的这样的人才？这眼力，这见识，绝了！我以前总觉得那些大师都是在故弄玄虚，但是李大师他不一样，鉴宝句句都在点子上，干净又利落。诗诗这丫头还真是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为什么看着她和李旺亲近，我会觉得胸口有点闷？真的？在哪儿？好，你们先守着，我马上就过来。黄英，李大师，太好了！我手下传来消息，在城西古玩街的铺子上发现了疑似我家寻找多年的那块玲珑双鱼古玉，我们一起去吧。好啊，走吧。老爷子，好眼力啊！不瞒您说，这宝贝是西山一个老农在他家后山挖地窖的时候一锄头挖出来的。老汉不识货，差点拿回家给家里的孙子磨着玩，得亏遇到了我。您瞅瞅这景色，这刀工，我敢拍胸脯，这至少是汉代的东西。您再看看这双鱼纹，还有这游丝手雕。爷爷怎么把他也带来了？真晦气。是，那是我爷爷林正堂，我们家万宝楼就他一手创办的。这些年，他一直心心念念想找回一块祖上丢失的古玉。那就是汪学汉，他们家是做珠宝生意的，跟婉英家有深度的生意合作，所以两家掌柜就想撮合他们。都是家里人安排的，所以我才想把活过沾就好。好的能跟资本抗衡，这样才能摆脱被安排的秘密。婉英，这么巧你也在这儿，我正好陪林爷爷逛逛，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你，我们还真是有缘呀。婉英，我知道诗诗也有消息，你一定会陪着来的，所以我特意请了林爷一起来，正好长长眼，顺便也来看看你。也正好让你了解了解我，这样总没坏处，对吧？不劳你费心了，看玉的事我带了人来。婉英，古玩这行水很深，最忌偏听偏信。你这朋友年纪轻轻，也不像经营此道的人呀。看他的穿着打扮，怕是连几件像样的真品都没有摸过吧？待会儿到了林爷爷那儿，万一说了什么外行，这打的不是你的脸吗？汪学汉，你不会说话你就闭嘴。李大师的本事是我亲眼见识，比某些只会夸夸其谈、附庸风雅不知道强多少倍。诗诗，你还是太单纯，容易被骗。有些人呀，他就是专门琢磨怎么讨这群女孩欢心，无非就是想要走捷径，一步登天。可惜啊，
鉴宝凭的是真才实学和深厚的底蕴，不是靠耍耍嘴皮子、装装样子就行的。你自己没本事，你是见不得别人有真才实学啊！呸！夜郎自大。你够了！李思思，大庭广众的，吵吵嚷嚷，成何体统？爷爷，是他先。王爷也来了。林爷爷，是真是假，东西自会说话。老板，老爷子，这吩咐。把那块玉拿过来，让在场的诸位都仔细上手瞧瞧，尤其是这位眼力让诗诗如此推崇的年轻人。好嘞。哎，几位这边请。东西在这儿了，大家都说说吧。诗诗，以前你不是一直催我帮忙吗？也看看。林爷爷，依我看，这玉不简单。您瞧这玉质，虽然经过千年埋藏，略有土气，但是透光看，这内地质里依然温润细腻。这可是上好的和田青白玉的底子。再看这雕工，线条流畅质朴，双鱼矫健有力。特别是这游丝毛雕的细阴线，若非是汉代的工匠，绝无这般举重若轻的功力。依我看，这很有可能是您寻找多年的玲珑双鱼玉。这位公子爷是个行家，句句在理，说得好，说得真好。我这宝贝啊，就等着你这样子的识货之人。婉英，诗诗跟你是最好的闺蜜，林爷爷待我们又如亲孙，今天能遇到这件宝物也算是缘分。林爷爷，这块玉我买了，就当是我跟婉英给您的一份心意，也全当是我跟婉英好事将近的一份恨。王雪涵，你胡说什么呢？谁跟你好事将近？你和我的婚约只不过是长辈的一厢情愿罢了，我从未承认过，请你注意你的言辞。婉英，别这么说嘛，感情可以慢慢培养。我们两个这么门当户对，我又这么有眼光，一眼就相中了爷爷的心头好。我们两个在一起，那是强强联合，先作之。干什么呢你？王雪涵，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对你没兴趣，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更不会有，请自重。婉英啊，家里长辈们操心你的婚事，那都是为你好。薛汉刚才对这个玉的分析句句在理，说明薛汉是有深刻研究的。这玉形动态十足，刀工简洁，力道透玉三分，尤其是这尾部的漩涡的处理和已知的汉代玉器如出一辙。薛汉不愧是王家珠宝的少东家，家学渊源呐。婉英啊，你们秦温两家的结合实属是门当户对，强强联手。有时候啊，老人家经验之谈，你要听一听的。林爷爷，您过赞了，我只是略懂皮毛，在您面前，我还是班门弄斧了。这位小友为何发笑？莫非对老夫的看法有何高见？和田青山白料玉质中等，市场估值3000元。这块玉虽然玉质不错，但绝非古玉，更别说出自汉代大师之作。没想到连林老爷子这样的老藏家也会打眼，而且居然还用这种方式插手婉英的婚事，简直是老糊涂了。小友，你看出什么门道了吗？林爷爷，您就别为难他了。这小子年纪轻轻的，又不是什么师承名望，他哪懂什么鉴宝啊？
无非就是用了什么手段哄得婉英开心，得到了婉英的青睐，估计现在也就是想故技重施，取得您的注意。王爷，你只长古宝斋，见过珍奇异宝，三教九流无数，怎么能被这么一个年轻人给唬住呢？爷爷，你别被汪学涵给骗了。李旺是有真本事的，我是亲眼见识过的。诗诗这丫头从小到大心高气傲，什么时候这么急切的维护过外人？这臭小子看来能靠嘴皮子忽悠了婉英，连我孙女都被灌了迷魂汤。小小年纪，那你女人的手段倒是一套一套的。罢了，既然是婉英带过来长眼的，想必也会有其几分真本事。那你来说说，老夫相中的这颗玉，你看看到底如何，也让我开开眼界。那晚辈就献丑。林老，您这块玉是和田青白山料，这玉质中等，油润度和湿润度都还算不错，是一块还不错的料子。但是您这块玉绝非古玉，所谓沁色不过是人工染色，色浮其表。至于价值嘛，一块做的还不错的现代玉雕，最多只值3000块。好一个最多3000块！你的意思是，老夫看了半辈子的玉，今天就在这看走了眼，相中了一块彻尾的赝品？并非如此，林老，您这块玉的底料是和田青白山料，料子不错，只不过说有人太过贪心了。各位再看，这块玉的玉质已经被腐蚀的发脆，色泽发暗，灵气全无。好好的一块料子，为了做旧泡药水，被硬生生折腾成了伤兵。臭小子，你可别胡说！这玉可是我干干净净收来的，还花了不少钱呢。谁他妈泡药水了？黄铜龙像，现代工艺品，价值80元；天然云氏夜明珠，价值800万。夜明珠，没想到这龙口里居然衔了一个真龙珠。老板，那龙您给我拿下来看看呗。诸位，依我看，整场唯一值得购买的，就只有这一件。你说这件儿值得买？林爷爷、婉爷，你们看见了吗？这就是李大师挑的真品。哎呀，这龙雕的真是活泥就成精了呀！哈哈哈哈！这铸造，这材质真不是一般的差，还有这造型，就更不用说了。3岁的小孩捏的泥巴会比这好看。荒唐！婉爷，我本以为你带来的人总还是有些真本事的，你能说出来1、2、3来，没想到竟然如此不堪，竟挑出这么一件东西来糊弄老夫。这样吧，李大师，我私人赞助你50块，去隔壁的2元店可以买1麻袋真正的，怎么样？汪学汉，你说什么呢你？老板，这玉龙多少钱？真要买啊？这龙雕的歪瓜裂枣的，送给我，我的钱占地方。这小伙子八成是跟人杠上了，赌气呢。李大师，我知道你着急向婉英证明自己，但是可惜啊，你连瞎蒙都不会。这摊上的东西虽然没有一个上得了台面的，你随便挑一个什么仿新的花瓶、做旧的铜钱，我都可以夸你2句。可是你挑的这是什么搞笑的玩意儿啊？鉴宝切记戒骄戒躁，先人为主。而汪大少爷自识身份，眼高于顶，只观此物一眼，便觉得是俗物，不值一观。可我想告诉你的是，古玩一行，真正的学问和机缘，往往都存在于你口中的那些活了。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教训我？我汪家经手的珠宝玉器、古玩真画，比你吃的饭都多。
我看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也配在这儿故弄玄虚。这位小哥，我看你也是诚心人，这样你要真心喜欢这个龙，2680，图个吉利，你拿走怎么样？喂你，赵老板，你可真够黑心的呀！你这破玩意儿在外边几十块钱也没人要，你这张嘴就是2000多呀！你这是把人家当冤大头往死里打呀！啊！老少，话可不能这么说，咱这古玩讲究惜爱无价。既然这位小哥真心喜欢，那他就值这个价，是吧，小哥？李旺，你冷静点。汪许涵虽然真的很讨厌，但他说的是实话。这龙的雕工实在太差了，你买回去当个摆设都丢人。老板，2680吧，这鱼我要了。哎呦，这位小哥不，这位老板，您真是慧眼识珠，气度不凡呐！这龙跟了您是他的缘分啊！我就说这好宝贝就得等您这样子有缘人。婉英，李大师他是怎么回事啊？这龙香明明就一眼假，他不会是被王学涵剃昏头脑了吧？我觉得李旺不是这种冲动的人，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相信他的眼光不会错。老板，刷卡，这座龙我替他付了。李大师，这摊位上只要有你看得上眼的，尽管挑。秦婉音，你居然为了这么个废物，当众如此打我的脸。好，很好，那我就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有实力配得上你的人。婉音，你对你的员工真是爱护有加呀。可古玩这行，单凭靠感觉可是不行的，还得有真金白银的实力和眼光。既然李大师说这破铜烂铁是至宝，真正的玲珑双鱼古玉只值3000了，那正好。林爷爷，这块玉无论是不是你要找的那块，它的古韵和精美是毋庸置疑的。今天我汪学汉就以汪氏珠宝少东家的名义，出价5000万买下它。婉英，这5000万既是为林爷爷早日得偿所愿尽的一份心，也是向你以及所有人证明什么叫做真正的眼光、实力和诚意。5000万！哎呀，王少，您真是豪气冲云天啊，慧眼如炬，活菩萨！这玉能跟了您，那是祖宗积福。我为了在女人面前装逼，5000万买个染色的破石头，这汪大少还真是人傻钱多。学汉啊，你这孩子呀，真是有心呐，这份魄力和眼力，不输你父亲当年呐。只是可惜，这世上总是有一些调整小丑啊，不是珍宝，总以为一些破绕而已的宝贝，还引得旁人盲目跟从，平白惹别人笑话。爷爷，李旺他不是小丑，他买这个东西一定是有他的道理，我相信他的眼光。思思，我看你是被他灌什么迷魂汤了，现在连最基本的判断力都没有了。诸位，让我也看一看。哎，这不是文玩界的泰斗级人物周景元大师吗？他老人家怎么来了？小友啊，能不能让老夫再仔细瞧瞧你这尊雕塑啊？当然可以。周老，这尊雕像可是有什么稀奇之处？哦，林老也在这儿。这个雕像啊，有点意思啊，我得仔细看一看。哈哈。小友啊，这尊雕像啊，老夫甚是喜爱，可否割爱呢？我出1000万。怎么？这尊雕像造型拙劣，铸造粗糙，这怎么可能值1000万呢？这是啊，周老，这玩意儿我刚才看了，就是个粗制滥造的赝品，连材料都是废土。您是看走眼了。这尊雕像啊，它本身值钱啊。
值钱的是这颗夜明珠。什么？夜明珠？天哪，真会发光！白天都这么亮，那晚上岂不是跟小月亮似的？你看到了吗？李旺他居然捡到大漏了，2000块钱的东西，里面竟然藏着一颗1000万的夜明珠。遇上明珠，这小子究竟是怎么看出来的？难道真有诗诗所说，他的眼泪非寻常人可比？李大师的眼力见果然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大师就是大师，比某些人好多了。夜明珠，这么大的夜明珠，竟然被我2000块买了，我真是瞎了眼了！哎呀！小友啊，能从这卑劣的雕塑中一眼看出龙爪暗藏的玄机。你这超凡的洞察力啊，老夫平生少见啊！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您过奖，您过奖。 1000万，老夫绝不食言，这就完美啊！小友啊，这是老夫的名片，以后小友在其他地方再发现什么有趣的物件，随时联系啊！这颗夜明珠价值800万，周老开出1000万的高价，分明是看中我的眼力，有意结交。这位大师倒是位真正懂行惜才之人。周老，您妙赞了，我叫李旺，很高兴认识您。既然如此，老朽就先告辞了啊！告辞了。周老，这玲珑双鱼古玉是我刚以5000万拍下的汉代珍品，您觉得如何呀？王公子，你刚才说这块玉你花了多少钱买的？5000万呀，这个林爷爷都看好了。王公子，你看走眼了，这块玉啊是赝品。不可能，周老，你再仔细看看，这刀工，这银丝毛雕，还有这青色入骨的感觉，这绝对是汉代古玉，这怎么可能是赝品呢？是啊，周老，是你关注的，而且你再给整眼，就算老夫眼拙，但我也能看出来此玉玉质圣成，包茎自然，形制古朴，尤其是这双鱼纹饰，与我林家古迹中玲珑双鱼玉有7、8成相似啊！这林老，王公子，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你们所说的沁色入骨，恰恰就是破绽所在。天然土沁啊，它有层次感，而且边缘模糊。沁入玉的部分啊，玉质它会发生变化，而你们看你们的这个沁色。好了，拿杯水。这是用天然染料加上有机胶质在一起啊，涂抹烘烤做出来的假沁，浮于表面，遇水即溶。再看游丝毛雕，汉代的游丝毛雕啊，是用极细的浮红玉画，线条啊气若游丝，却力道贯通，末端啊有似断非断的毛刺感。而此玉的线条虽细，却显得呆板均匀，转折处有轻微的崩口，这是现代工具在雕刻时力道不匀所造成的。所以说，这只是一件做工尚可的仿品。这个做一个摆件尚可，值不了5000万，所以啊，血本无亏啊。
王大少，这次多亏了你啊！刚才那么有魄力，那么热心肠，花了5000万展示你的实力与诚意。要不是你，现在捧着这块绝世假玉当冤大头的人，可就是我爷爷了。林爷爷，您别往心里去，古玩这一行，打眼交学费是常有的事儿，吃一堑长一智，以后一定可以找到真正的传家古玉。这是什么东西？林老爷子眼睛里怎么会往外冒黑气？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眼前发黑，喘不上气来？爷，你没事吧？爷，你怎么了？这块玉造假的程度，算是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了。我在剑宝一道经营了几十年，却都没有看出破绽，打眼了，实在是打眼了呀！这连老啊，古玩界的水啊，深不可测，偶尔看走眼也属正常的。我还有事，就告辞了啊，告辞了。慢走。这小子不仅从一件破烂雕像里找到了价值连城的夜光珠，对那块假玉的判断更是个周大师心肠无极。难道真是误会他了？臭小子，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玉有问题？为什么不早说？是不是就想躲在旁边看林业出丑难受？你这人心思怎么这么阴暗？李旺一开始就明确说过，这玉是赝品，是你自己不知己见，无脑吹嘘这赝品，而林爷爷的期望拉得无限高，害得他心欢喜一场。王毅，这里乌烟瘴气，人走了。王爷，我回头再联系你。林老，你有空的话，还是去医院查一下眼睛。老夫是看打了眼，技不如人，你还不是你个混口小儿，这个嘲讽言语！爷，别激动，擦眼睛，不是说我有眼无珠吗？爷爷，你醒了，感觉怎么样？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地方？是灯坏了吗？怎么这么黑？快开灯！爷爷，灯开着呢。我的眼睛看不见了，我啥都看不见了。别激动，医生！我这怎么了？林老，请尽量保持情绪平稳，这对您目前的情况很重要。医生，我这眼睛是怎么了？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林老，我们在您大脑里发现了一个肿瘤，肿瘤的位置非常刁钻，恰好压迫了视觉神经。肿瘤，那肯定手术。问题就在这里，肿瘤的位置紧贴着几根重要脑血管，常规开颅手术的风险极高，成功率不足10%。什么？我们建议先采取保守治疗，不过家属还是要做好肿瘤恶化的心理准备。是别哭了，这可能就是我们林家人的命。爷爷，你在说什么呢？我们林家有一种罕见的家族遗传病，成年后脑子里就会长出肿瘤。有的人心里曾叔公，像我到这把年纪，但是这种病就像悬在头上的一把刀，凄惨就落下去。爷爷，我们家有这种怪病，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你说过？说了
说了只会徒增烦恼，又能有什么用？诗诗，你爸爸走得早，我一直都希望你是那个幸运的例外。爷爷，古籍上说，有一种古玉能够调和血脉，根治蛰虫怪病。爷爷我操了一辈子，原本以为有了眉目，可是谁能想到，到头来却是空欢喜一场，还让我到了现在这副模样。老天爷呀，你是不给我们林家活路啊！诗诗，爷爷，诗诗，爷爷，这次怕是不行了。以后荀彧的事情，包括我们整个林家，就全靠你了。爷爷，您别这么说，我一定会想到办法救你的，我一定会想到办法救你的。对了，你有空的话，还是去医院查一下眼睛。爷爷，爷爷，你记不记得在古玩街的时候，李旺他曾经提醒你来检查眼睛，他是不是能够看到人的病症啊？爷爷，以他的眼力，说不定他真的有什么特殊能力，能够看到人的病症呢。胡说八道！爷爷，退一万步来讲，即便他不懂医术，无法根治您的病症，但是以他的眼力是实实在在的呀，是周大师都折服的呀。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事情，不就是找到那块玲珑双羽古玉吗？如果像我这样无头苍蝇的一样找，可能还是会遇到像今天这样的假货。可如果李旺帮忙的话，诗诗，你说的对，我们现在就是不能放过一时机会。那你去找他，记住要有诚意，不能丢了我们林家的风骨，也不能让人感觉到我们林家轻慢。是。那你去我书房密室里那一坛古墓那个古坛匣子里的东西都带上哦，还有一张无相额黑卡一并带上，就当是我们林家的一点诚意。爷爷，您放心，我一定把李旺给请过来。李旺，有件事情我很好奇，在古玩街，你特意提醒你爷爷去医院看眼睛，是看出了什么吗？我获得神眼传承，能观物定价之事太过玄奇，说出来恐怕没人会信，反而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没有，我确实是懂得一些传统的旺气之法。那天呀，是看林老爷子他气息不是特别稳，所以呢，我说咱去医院查一下。哦，旺气，你还会这个？那你能不能帮我也看看？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胸口闷闷的，不知道是不是古宝斋的事情太多了呀？之前我能看到林老爷子眼尖的黑气，是不是说明也能看出人体的异样？不管了，先试试。我去，秦总身上的衣服怎么好像变透明了？没想到秦总看着瘦，身上居然这么有料。李旺，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突然？难道你先生看出了我身上有什么很严重、难以启齿的问题，他才会有这种反应？李旺，你是不是看出了什么？我身体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保证不会生气，也不会怪你的。我对天发誓，这真不是我故意想看的。呀，你怎么流鼻血了呀？快拿纸把血摁住。
婉莹的脸怎么这么红？还有李旺，怎么还流鼻血了？他们两个刚才干了什么？看来婉莹对李旺也不是全无感觉，我得再主动点了。诗诗，你怎么来了？快坐吧。对，坐吧。婉莹，李大师，我爷爷突然晕倒进了医院，医生说是脑部肿瘤压迫式神经，爷爷他现在已经完全失明了。李大师，你在古玩街曾经提起爷爷去检查眼睛，你是否看出什么了？既然你有这么厉害的眼力，我求求你帮我救救我爷爷。我确实懂得一些望气之法，但治病归治病，鉴宝归鉴宝，林老爷子的病，我也无能为力。不，我的意思是，就算你不会治病，你也能救我爷爷。我们林家这个怪病是刻在血脉里的诅咒，林家人成年后颅内生瘤的风险极高，或早或晚都无法避免。爷爷能够撑到这个年纪已实属不易，现在唯一能救他的就是找到那块玲珑双玉古玉。古籍中确有记载，某些上等的古玉蕴含着独特的矿脉能量，能够定神、安精、调节气血。或许那块玲珑双玉古玉就是关键。所以那天在古玩摊上，林老听说那个玉是假的之后，那么激动，所以急火攻心。林爷爷找了大半辈子，眼看就要有线索了，没想到却当头一棒。在古玩街找一块古玉，犹如大海捞针，真假难辨。但李大师，以你的眼力，说不定真的能找到古玉。所以，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爷爷，救救我们林家。来人！我操！1个亿的东西就这么拿出来了！唐虎真迹！我去，这3样东西，每一件都是足以作为博物馆镇馆之宝的稀世珍品。这是……李大师，这张不现有的黑卡，还有这3件勉强能入眼的玩意儿，都是我们林家的一点心意。只要你答应帮忙寻找古玉，10年之后，林家上下必有重谢。只要你能够找到古玉，不仅这些东西，我也是你的，你想做什么都可以。那林小姐，寻找古玉的事儿我会帮忙的，全当是为林老尽一份孝心，你不必托词重礼的。不，请你务必要收下。我知道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只是身外之物，但是不管你能否找到古玉，都请你收下，否则我们于心难安。对了，李旺，古玩行里讲究礼遇高人，你展现的实力完全对得起这些礼敬，你就收下吧，这也是让诗诗和爷爷安心。林家为了求得一线生机，连压箱底的传承之物都毫不犹豫地拿了出来，这份决绝和诚意确实无可挑剔。好，这些东西我就先暂时带你保管，至于寻找古玉的事情，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负所托。真的，李旺，你答应了。诗诗总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可李旺他好像并不反感。难道男人都更喜欢诗诗这种真诚可爱的女人？那相比起来，我是不是显得太死板、太无趣了？旺哥哥，既然你都答应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我觉得现在应该发动你林家在古玩界的人脉和资源，全力追查古玉的线索。那是自然。除此之外，我觉得现在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去赌石场。赌石？如果需要上等的玉石，我可以直接找熟悉的珠宝供应商挑选现成的精品，虽价格昂贵，但以秦家的财力也不在话下。秦小姐说的方法确实直接，但现在有2个问题。第一，能找到静气安神、调和气血的古玉本来就可遇不可求。还有第2点，也是最直接的问题，成本问题。一块顶级的玉石价格至少在数百万起，还不一定对林老的病情有帮助。如果全靠购买来尝试的话，成本未免也太高了。所以你想去赌石场，
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去博取可能蕴含顶级玉料的原石，就像以小博大。可是赌石的风险众所周知，所谓神仙难断寸玉，就算是顶级的赌石专家，也有走眼的时候。如果我们全凭运气，我们怎么能保证出货呢？神仙难断寸玉，那是别人，在我们面前，原石真正的价值是多少，还不是一目了然。汪哥哥，我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呢，感觉这些石头都能开出东西。你等会儿，你要好好教教我怎么看石头哟。诗诗怎么又去缠人李旺？不行，论容貌论身材，我秦婉英姿色也不差，总不能让诗诗一个人把主动权都占去了。我操，啥情况？秦总不是老是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吗？今天怎么变得这么主动了？没想到有一天也会有2个美女为我争风吃醋啊！哎，李旺，虽然我对玉石的鉴赏能力还不错，但对于原石只略懂皮毛，还没有现场实践过。你知不知道这些石头怎么看？汪哥哥，你教我看嘛！李旺，你快帮我看看。一个土包子，懂什么是翡翠和玻璃吗？能开出什么好料子？婉音，你别开玩笑了。王雪汉，你怎么来了？真晦气，去哪都能看见讨厌的。婉音，别拒人千里之外嘛。我也是听说林爷爷病了，我这心里边呀很是挂念，所以这才特地来这赌石场，亲自挑几块上好的料子，给他老人家找最好的师傅，量身打造一只玉拐杖，既能助行，还能赏玩，这也是聊表心意嘛。你看，我们总是能这样不期而遇，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有缘分，这命中注定的缘分是躲不开的。等会儿看完石头，咱们一块儿吃个饭。这附近开了一家新的法餐厅，环境特别的浪漫，最适合我们一起吃法餐。汪大少既然自己懂行，这儿有这么多石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毕竟光靠动嘴皮子，他开不出好的料子来呀。你小子算什么东西，这么跟我说话？王雪汉，我最后再说一次，收起你那无聊的借口心思，不要再假借任何名义来接近我。现在，请你立刻离开。就是，要不是你把那个破石头吹得天上有地下无，吊足了我爷爷胃口，他也不会被气得鸡后勾心住进医院。我看你就是长生不足败手诀。林诗诗，你胡说八道什么？你爷爷被气进医院是李旺，要算账跟他算。汪大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旺哥哥，他是我爷爷亲自点头，恳求他帮忙寻找救命古玉的贵人，而且我爷爷已经把他珍藏多年最心爱的3件古玉都送给了旺哥哥，你知道什么意思吧？什么压箱底的宝贝儿？那不是林爷爷送给你出嫁的嫁妆吗？凭什么给这小子呀？这老爷子一定是糊涂了。万一诗诗，你们都被这小子给骗了。那天古玩街结束之后，我去调查过他，这小子就是在工地搬砖扛水泥的臭民工，一个底层的屌丝，什么鉴宝大师，眼力好，这都是狗屁。今天之前我看他是连件像样的古董都没有摸过吧？啊？他在古玩街能发现一民出，纯粹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走狗屎运了。像他这种底层的混混，最擅长的就是察言观色，制造故事，利用你们的善良行骗。你可千万不能再被他骗了。英雄不问出处，李旺之前做什么与我无关。现在我只知道他是我搜捕寨的首席鉴宝师。至于所谓的调查，汪大少，与其费尽心思挖别人的过去，不如好好提升自己的鉴宝能力。秦婉音，你搞清楚，像他这种货色，要不是傍上你跟林诗诗，他这辈子卖肾卖血，连这个料场里边最便宜的料子他都没有接。你这么护着他，不会觉得他能给你挑出什么好的石头吧？哎呦喂，皇上，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王氏珠宝可是我们厂子里的老顾客，王少还是老规矩，你今天看上的所有料子，一律给你按最低价，保证百分百满意。我今天来是给家里的长辈挑起头上好料子，你这儿有没有什么正式的好货？别拿你那些破烂糊弄。哟，王大嫂，瞧您这话说的，我要给你怼一嘴，让您是废料。来，王少，您看，这些都是刚到的老堂口料子，表现确实好，我都给你留着呢。两个不知好歹的贱人，等老子从这堆好料里开个满绿高冰出来，看你们怎么后悔！李旺，既然婉英这么看好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赌什么？我们就在这儿石头里挑一块，现场开，里边的价值谁开的越高，谁算赢。输的人从这儿爬出去，以后再也不能出现在我面前。啊！虽然我相信李旺的鉴宝能力，可赌石的变数实在是太大了。汪学汉又是个玉石老行家。王大少，赌可以，就是这赌约又是爬出去，又是再也不见谁的，是不是太幼稚了？啊，我提议啊，咱俩各选一块石头，现场解释，谁开出来的石头价值低，谁就支付对方市场价格双倍的钱。哈哈哈，好啊，没问题。李旺，这可是你自己找死，整个厂子最好的料子，大半都在孙辫子给你留的这堆里。那个泥腿子只能在那些没人要的废料里下，那省用。这次我就让秦婉英和你试试看清楚，谁是真头，谁是肉。砖头料临港显烈冰整12万元，有几个能值个10来万，但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货色，甚至还有空心整。就这也敢称正常好料？跟我比挑石头，别说一块，就是100块，你也输定了。怎么不敢硬了？刚才不是挺狂的吗？哈，也对，一个靠运气和女人上位的软蛋，到了见真章的时候，原形毕露了吧？谁说我不敢硬了？我就是怕汪大少一会儿输了玩不起来。行，小子，咱们走着瞧。这块皮壳老结，沙粒均匀，手感不错，声音沉闷，结构紧密，有点意思。这松花若隐若现，颜色还算不错。蟒带虽然不是太宽，但是走向连贯，深入肌理的可能性很大。王少还真是行家呀，这手法，这眼力，不愧是王氏珠宝的接班人呢。这句句都说在点子上，这块料子可是正常口的老料，表现确实很好，是我特意给你留的。就这个吧，开个价。王少好眼光啊，这块料子皮革很好，个头又粗，要是外人来拿，没有个15万，我绝对不松口。但王少您是谁呀？咱都是老熟人，给你这个价，10万。10万，小钱，哥们儿玩的就是个现实。王少大气啊！婉英，诗诗，这第一块我就挑了一个带花带粗蟒的，表现很正，估计这里边是冰种，如果带点色的话，价格估计翻个几倍不成问题。我呢就先拿这块热身，让你们也让某些装神弄鬼的人开开眼儿。新诺种灰白底，有裂，玉肉占比小，市场估值5万元。敲敲打打，照来照去，结果就挑出这么个玩意儿。孙老板，找师傅解石，注意沿着蟒边开个窗，别伤到你。好嘞，老师傅。各位这边请吧。开个窗，今晚没伤到肉吧？李旺，你刚刚笑什么？这咱们汪大少精挑细选了半天，结果选了这块废料出来。你是说这块石头不行？但刚刚孙老板明明说这石头表现不错。这石头外表不错，内里空空，
估计啊，能用的料子也就一点，而且质地非常好。这么都能看出来？新诺种底子还算不错，不过色没进去，灰白底，而且在这里有2道裂痕，能做块玉牌，但是大概也就这么大。按照现在市场价来看的话，大概5万元。这石头外表不错，内里空空，估计啊，能用的料子也就一点，而且质地非常好。竟然跟李旺推测的一模一样，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难不成他真能看穿这些石头？回本一半了呀！真吧？秦婉莹啊，秦婉莹，你真是急昏头！胡思乱想些什么啊？这世界上怎么可能真有透视眼？看来李旺不但精于剑宝，对原石也颇有了解。王少，您的眼光可不得了了！这多少人在原石区血本无归，您这第一刀下去，就稳稳当当的出了货，还是信诺种。这找人仔细打磨一番，绝对保本有利啊！这多少人想求都求不来这份稳当，您的水准啊，简直就是这个呀！嗨，基本操作，玩石头嘛，心态要稳，眼光要准。光看有什么用呀？李旺，让我们也看一看你这大师的眼光啊！哎，这位李老板是吧？不好意思啊，这堆料子可是我们厂子专门为汪少这样的 VIP 大客户弄个精品区。您呢，带进那块去挑，那边的石头多，价格实惠，很适合您这样的新手练手。孙辫子，那堆石头堆在那里，旺哥为什么不能挑？林小姐，我们是做生意，当然优先服务好大客户。王少可是我们厂子的老顾客，年年都照顾我的生意。至于李老板，面生，规矩就是如此，希望您理解。普通石料无翡翠成分，市场估值0元，上等有金药7万元。丁种大绿翡翠，玉肉完整，质地均匀，水头足，市场估值400万。老板。哎，李旺，不是我说你，你就这么一扫，这么草率，能拿出什么货来呀？你看，这皮壳松散，毫无紧实感，这是典型的空嫩的形象。还有这风化纹，杂乱无章，说明里边内部极其不稳定。手感轻飘，力度不够。关键是这颜色灰白中带有死褐色，毫无过渡，这在我们行话里边啊，就叫做砖头的。也就是说，这是9成9的实心疙瘩，别说翡翠了，连根玉筋儿都开不出来。王少专业呀！李旺，汪学汉的话虽然难听，但这块料子确实不太理想。你看看旁边那块，看起来更老，出玉的可能性更大。要不你再看看呢？普通石料无翡翠成分，市场估值0元。如果没有神童，光凭原石外表来看，我可能真的会觉得婉莹指的那块更好。难怪赌石风险这么大。奇怪，以前怎么没发现？他专注起来的时候，好像有种说不出的沉稳和魅力。秦总，你信我？我信。老板，开个实价吧。李老板，我看您也是诚心硬，又是林小姐和秦总，这样
给你装进20万。20万？孙辫子，你穷疯了吧？汪徐汉从那堆精品堆里挑的才10万块钱，这块石头明明从公料理赔的，你居然敢要20万？哎，林小姐，您话可不能这样说呀！我孙某人做生意向来都是看心情定价的。这块石头我今天看的特别顺眼，我就觉得它值20万。您要是不乐意啊，您可以不买嘛，又没人逼你。而且，这位李老板不是大师吗？这大师看上的料子，岂能是凡品？哼，这20万我都赶着要低的呢。我看你就是……好啊，李小姐。好啊，李小姐，他无非就是看我跟汪学汉有过节，想捧他，然后踩我，顺便再宰我你。可是，和他这种见风使舵的人置气，别提了。哼，这块石头值400万，就算我20万买下，依旧是血赚。这20万，没想到买一个连路边狗都不肯的石头。李旺，我之前一直觉得你是个骗子，没想到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呀！啊，哈哈，王英、诗诗，你们都看到了，这就是你们信任的方式，人是钱多。对，等会儿是不是还得找你们2位我想想啊？哈哈哈哈！王大少，料子破不破，值不值，都要等料子切开之后再说，而不是用嘴巴说，石头自己会说。师傅，从中间切，偏远一点，不要擦手。切给他看，我倒要看看这20万买的料子，他能开出什么好货。这难道是？我老天爷呀！这绿，这是正阳绿，农正阳和4点占全了。这水平就会更滴出来4个，至少是高冰。哎不，这通透感，这胶感，玻璃种绝对是玻璃种的底子。我切过的石头没有1万也有8000了。像这样的高色、高溶水的料子，2只手都能数得过来。您看，这可是色根深入，吃得很深，还没有裂纹，这能出多少碗绿面担子？孩子，发财了，真是发财了！这玻璃种阳绿，这怎么可能呀？这样的料怎么会归在公斤料理啊？居然20万就把它给卖了！玻璃种正阳绿，李旺，你究竟是怎么看出来的呀？王大少，看见了吧？玻璃种正阳绿，这块石头跟你那块破石头比，简直是笑掉大牙了。哦，对了，你可别忘了赌约啊！谁开出的翡翠市场价值低，就得按照对方的双倍赔偿。哎呀，王大少，就你那么点家底，双倍赔偿得起吗？王学汉，钱你可以不用给，只要你答应我从此以后再也不骚扰石英。今天的账，我可以给你一笔勾销。你少他妈跟我扯淡！刚才赌约不过是口中开的玩笑吧？我凭什么要认？汪学汉，你秦婉仪，你别给脸不要脸！为了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女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我作对。你好好想想，我们汪氏珠宝在海城是什么地位？你得罪了我，你还有你的博古斋，还想不想在海城这个地界混了？啊！想封杀我，汪学汉，你漠视到我背后的秦家不存在，真要追究起来，也不知道谁能撑到最后呢。你以前从来不这么跟我讲话，是不是因为这个小白脸？我现在就把这小子给废了，待会儿咱慢慢的。阿龙，给我把这小子腿打断，让他知道跟我王学安抢女人是什么下场。刚才那一瞬间，我只是凝神看了对方一眼，竟能有如此效果。看来这雷厉不勤见火关气，似乎还能直击对方身上的弱点。阿龙，你他妈搞什么？给我起来呀！汪学汉，这还有其他
全喝在手下啊，让人家积劳成疾了，真是你的报应。不，这绝对不是巧合。刚才李旺只是瞪了那保镖一眼，对方就倒下了。他到底是什么人？他那双眼睛是不是还藏着什么秘密？李先生，必胜是翠华县的经理，您这块高滨洋队的料子实在难得，我愿意出价300万，并且支付。哎，李先生，别听他瞎说，300万想收这块极品，你做梦呢你！我们豫园寨愿意出350万收这块，哦不，400万，450万，李先生都没用。哎，好了，感谢诸位的好，按这块料子不用安排，就不卖了。不卖。林小姐，你回去找最好的师傅，把这块玉打磨成一条项链给老爷子戴上。就算不能根治老爷子的病，但好像也没有钱，只有当你记得一份心意吧。旺哥哥，谢谢你。喂，旺哥哥，最新消息，明天附近的云顶山庄有一场拍卖会，据说压轴的商品里有一块形制特征特别像玲珑双鱼古玉的。正好，秦家早年间在那里购置了一处度假别墅，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搬过去，这样明天一早就可以直接去拍卖会，以逸待劳。行，那就这么定了。你找师傅处理那个料子，我们收拾东西，今天晚上就走。行，走着瞧。云顶山庄的拍卖会上，玲珑双鱼古玉真的会出现吗？即便出现，又会引来多少程度？林家、秦家虽然势大，但天下识货有权有势的人也不少。我的神童能看穿物品价值，但我要在拍卖场上拼的不仅是眼力，更是财力与魄力，明天恐怕不会轻松。挺亮啊！没想到我的眼睛还有夜视之能，估计是电路调查了，我得去看看总闸在哪。我操！什么情况？大晚上的不睡觉，穿成这样跑往我门口来是想干嘛呀？这他妈谁顶得住啊！林总，林总，你怎么我是来跟你道歉的。今天在赌石场，因为我的原因，让你被汪学汉针对，还差点动手。我刚走到门口就突然停电了，结果……汪哥哥，我是想来感谢你的，你今天开出了那么顶级的玉料，还给我爷爷做玉枕，我特别感动，有点睡不着，就想亲口跟你说一声谢谢。结果刚到门口，灯就灭了。这样啊。汪哥哥，其实我有点怕黑，刚才灯一灭，吓了我一大跳。你听听，我现在心跳都好快呢。这种。诗诗她也太主动了，我要是再这样什么都不做，李旺一定会对她更有好感的。你都敢在赌石场牵她的手了，现在还有什么好矜持的？不能输！哎呀，李旺，我突然有点头晕，可能是刚刚停电吓到了，又或者是站起来，要不我去找他休息。哎呀，汪哥哥，我真的害怕了。哎呀，我好晕。我真的害怕。我去，这到底什么情况？一个怕黑，一个头晕，还都往我身上靠。呀！退下！说，谁派你来的？饶命！是王少，他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进入别墅把你给。我也是一声悲鸣心窍才反应过来，好汉饶命啊！汪学汉，他竟然改做买凶杀人的勾当，简直无法无天了。汪学汉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明明在惨事上丢了人，反而就做这种下作手段。汪哥哥，你放心，我们林家一定不会放过他的。我秦家也不会放过他的。
老天保佑，今天拍卖的这块一定要是我们林家的玲珑双鱼啊！放心吧，诗诗，有李旺在，我们今天绝不会空手而归，也不会看走眼。走吧。哎呦，这么巧啊！昨晚山里风大，听说还停电，李大师没受惊吧？今天能精神抖擞的站在拍卖会上，看来还真是吉人天相。汪学汉，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昨天刺杀旺哥哥的人就你吧？林大小姐，话不能这么说呀。那万一是林大师他行事不端，在外边得罪了什么人，人家仇家找上门来了。毕竟这李大师德行也就这样，很难不得罪人吧？王雪汉，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离我远一点，不要妄图动李旺的一根头发。你那点龌龊的思想和卑鄙的手段，我一清二楚。如果你再对李旺不利，我以秦家的名义发誓，我会让你还有汪氏集团付出惨痛的代价。林婉英，你竟然为了个臭屌丝当众威胁我，甚至连家族名誉都搬出来，难不成你真的已经跟这个小白脸睡过了？贱人，在我面前装的那么清高，背地里却……拍卖会即将开始，请各位嘉宾入座。秦婉英，好，你很好。我告诉你，我汪学汉想要得到的东西，从来没有不得到过。如果真的得不到，那我情愿亲手毁掉，也不会让旁人染指。诗诗，我觉得汪学汉今天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恐怕会弄点什么事情出来，我们得留神。王英，你就是想太多了，他能闹出什么事儿？他无非就像以前一样耍点小聪明，哗众取宠，引起你的注意力吧。咱们不管他，晾着他就行了。我们开拍品吧。各位贵宾，今天的第一件拍品是清代的青花缠枝莲纹玉壶春瓶，器型优雅，发色纯白。王英，我看这个瓶子釉面宝光内敛，青花发色，是典型的翠毛蓝。用这个开场，品型还这么完整，不错哎。开价10万，60万，61万。你这个混蛋，干嘛非得跟我抢？70万，71万。好了，诗诗，可能再加价。樱花缠枝莲纹玉壶春瓶，清末明珠金仿，市场估值75万元。是民国仿清代乾隆时期，算是一件古董赝品。这个东西虽然仿得很真，但是呢也有几处细小的瑕疵，价值最多就在80万。而且你没发现，你每次叫价，王一涵都跟着你要价，他只加1万，这样的话你再加价，他肯定接着跟，那最后成交的价值肯定会在这种花瓶之上。看这个混蛋！算本小姐不是很喜欢这个花瓶，就当是本小姐让给她。71万，还有没有哪位贵宾要出价？71万第一次，71万第二次，71万第三次，成交！恭喜这位先生。接下来的拍品是一对和田玉镯，玉质细腻油润，白度上乘，起拍价60万。李旺，你觉得这对玉镯如何？清和田羊脂白玉籽料手镯，顶级工艺精湛，市场估值130万。东西不错，是上好的和田白玉籽料，市场价值应该在130万左右，就很超值了。70万，71万。汪学汉，你干什么呢你？没干什么呀，林大小姐，拍卖会嘛，价高者得，我出个价有什么问题吗？装蒜！我跟婉一拍什么你就拍什么，而且只加1万，你这不存小仙人是什么？你就不能自己看看拍品？为什么非得跟我们抢？哎呀，林大小姐，你真的冤枉我了。自从那个古玩节和赌石会之后，我是真的服了。我承认，我的鉴宝眼力的确不如李大师，但是好在虽然我鉴宝能力不行，但架不住我钱多呀。我现在也算是想明白了，什么鉴宝呀，真的假的多累呀。
这李大师的眼光这么准，那我跟着他拍就好了呀。你们让他拍的肯定是稳赚不赔，我也不多加，就一口价1万。你不要脸！哦呦，随你怎么说嘛，反正有李大师这个好眼基金帮我把关，我跟着捡漏肯定不会赔他。哎呀，不过这种感觉还真是挺爽的啊。王群汉，你以为用这种幼稚的方式就能激起我们的愤怒？告诉你，你们只会觉得可笑。何止可笑，简直就不要脸！没有真本事，就跟个哈巴狗一样跟在我们屁股后面捡漏。呸！哎呀，随便你们怎么说吧，反正只要能让某些人不舒服，那我这花点小钱还是挺值得的。今天的拍卖会，你们想拍的东西，要么得出高价买下，要么就得眼睁睁的看着东西被我拍走。老子就是要恶心人。好了，诗诗，他愿意交价就交价。接下来的这件拍品是明代的铜鎏金嵌宝石，拍品有相100件，工艺精湛，寓意吉祥。现代仿古工艺品，市场估值5万元。起拍价15万、 16万、 17万、 18万、 22万、 50万、 50万！办好这位先生出价50万。这东西虽然做工精巧，但绝对不是明代的物件。这个龙头青，怕是看走眼吧。 50万？开什么玩笑！这东西我看了，鎏金颜色有点飘，宝石光泽不对，底座工艺也粗，80%是个仿品，撑死了值个10来万。比方这是疯了？不对，值钱的是这颗夜明珠。正阳略。等等，这家伙的眼力可以说好的有些邪门了，我都能看出的问题，他会看不出来。在这之前，他每次出手看似离谱，但最后都能捡到惊天大漏。这次难道又……这东西外表看起来是个仿品，说不定就像那个铜龙一样，里面藏着什么宝贝。 50万第一次，50万第二次，51万。什么情况？他怎么不跟了？难道他刚才喊高价是故意的？ 51万！73号这位先生出价51万，还有没有哪位贵宾要出价的？成交。好，恭喜这位先生以51万的价格成功竞得这位拍品，恭喜您！不是说汪氏珠宝的少东家眼力过人吗？我看也不怎么样。可不是嘛，这东西手法拙劣，一看就是现代仿古代的艺术品，市场价值最多也就5万块，这傻子还买回去。刘旺，我不是跟了50万吗？你怎么不跟了？你给我耍我！我没有。王大少何出此言呀？拍卖场上本来就是公平竞争，拍是我的权利，不拍是我的自由。哦，你说刚才那点拍品，我这不是看咱们现场这个气氛，还有点馋目，我随便喊一喊，活跃活跃气氛。那是谁成想竟愿意花几十万给我抢这么个？别笑！哎，你真牛逼，真棒！你更牛逼！看你幼稚，坐吧。 诸位，接下来将会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之作，一件传说中的古玉珍品。汪哥哥，你看那纹饰、那玉质、那琴瑟，跟我们家古籍上记载的玲珑双玉古玉一模一样。这玉器情古朴，刀法山峻，包胶温润自然，沁色生人肌肤，确实很有可能。 汉玲珑双玉古玉蕴含特殊能量场，市场估值2亿8千万。就是它，这就是你林家多年苦苦追寻的玲珑双鱼古玉。此玉传承有序，据考为汉代宫廷的玉雕精品，玉质绝佳，雕工精湛，实乃不可多得的传世瑰宝。起拍价800万、850万、 900万、 950万、1500万。9号林小姐出价1500万，1500万第一次。 还有没有哪位贵宾出价1500万第二次？1501万，101万。哎呀，诗诗，不好意思啊，这块玉我看的也是很顺眼，所以呢，我就继续跟价了。
同样我就跟一口价。王雪涵，这块玉对你毫无意义，你为什么要跟我抢？王雪涵，只要你肯让出这块玉，我愿意选取国宝斋10件顶级美玉送给你。哎呀，婉音，我真的是很难接受啊！虽然我不知道这块玉对你们有什么天大的好处，但是呢，值得你们两个大小姐发了疯一样不计代价的去抢。但我今儿也说了，我来这儿呢，我就是图一乐。哎，你们越想要什么东西，我就越要去抢。看着你们这副着急上火的样子，我因为干不掉我就很爽，知道吗？拍卖会嘛，价高者得。我出价犯法了吗？王雪涵，我爷爷要是有任何意外，我林家张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哎呀，婉音，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办。我知道你俩很想要这块玉，这样，我给你个机会，你现在过来亲我一口，当着所有人的面，乖乖的给我道个歉，答应明天去跟我领证，我保证立刻退出竞价，并且可以把这块玉送给你。你怎么样？用你的一个吻换你闺蜜爷爷的救命玉，划算吧？这是我爷爷生前在瑞士集行为我设立的信托基金本票，凭此票可领取5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亿4千万。这是古堡摘下的所有资产和库存的转让公证文件，约值1亿。现在我把这4个亿的资产作为担保和出资，竞争这件古玉。婉音，不行的，这是你的一切，就算是为了我爷爷，也不能这样的。婉音，我知道我们情同姐妹，但我没想到你会愿意为我、为林家做到这一步。秦婉音，你情愿倾家荡产，也不肯跟我结婚。王雪涵，你听清楚，我秦婉音宁愿一无所有，也绝不愿意嫁给你，因为我早已经有了真正在乎的人，愿意为他付出一切。而且，诗诗也是我从小长大的闺蜜，林爷爷更是把我当做亲孙女一样对待。我有什么理由不帮他们？好，哼，好得很。我说你怎么对我越来越冷淡，原来是跟这个臭屌丝纠缠上。我说过，我汪学翰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别想得到，尤其是你，秦婉音，你宁愿喜欢这个废物，也不选择我。好，很好。你们不是都喜欢这块玉吗？我现在把它给砸了，我让你们喜欢，让你们爱，你们都给我去死！不要！都给我去死！不要！王雪翰，你知道这块玉意味着什么吗？它不仅是林爷爷的救命稻草，更是林家几代人苦苦追寻的传家之物。而你，为了一己私欲，竟然想毁掉它！你这个贱人，这么维护着他，是不是昨晚早就跟他滚到一张床上去了？在我面前装的冰心玉洁，没想到你就是一个……闭嘴！你敢挡老子，老子杀了你！婉音，滚开！汪先生，你在本次拍卖会扰乱秩序，恶意毁坏竞拍品未遂，当众对他人实施暴力行为，情节极其恶劣，我们已经报警。现在，请你配合安保人员，立刻离开。你说。警方那边怎么说？汪雪翰被抓走之后，经过调查，警方发现汪氏珠宝涉及巨额诈骗、文物走私、商业欺诈，现在已经立案，资产也被冻结了。汪哥哥，这样佩戴古玉真的有用吗？为什么爷爷还没醒啊？放心吧，古玉已经起作用了，只不过说呢，林老的身体受到损害太大，需要一段时间恢复而已。嗯。爷爷，你醒了，真是太好了。爷爷，怎么样？还在哪里不舒服吗？这是玲珑送的古玉。李先生，你真的找到他了？李先生，救命之恩，再造之德，莫之难忘。请恕老夫一拜。林老，您不必如此，我只是略尽绵力，恰好识得此意，有得二位相助，
才能促成此事。真正救您的呀，是您手心这块和您血脉相连的古玉，再加上您自己的坚持，还有真心。哇，这是技术质量问题。林爷爷，您刚醒，需要好好休息。我和李旺就不打扰了，改天再来看您。李先生，请留步。李先生，请留步。慢点。李先生，大恩不言谢，老夫本不应该再开口，但有一事关系到我林家存续，所以还有一事相求。林老，您有事但说无妨。不，你要是不先答应，老夫便长跪不起。好，我答应您，您快请，您快请。李先生，先前在古玩街，老夫有眼不识泰山，言语多有冒犯冲撞，还望你大人大量，不要记在心上。林老，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让它过去吧。经此一劫，我也算是看明白了。这在古玩行当里，我林家虽说是鉴宝世家，但是我的能力尚且不如你万一，差些酿出大祸。狮子这孩子虽然比较单纯，也有些天赋，但是在这水深似海的古玩行当里，若没有高人指点，怕是成不了什么气候。所以我就希望他能跟着你，哪怕是端茶倒水，打杂跑腿，只要能在你这学上一点点皮毛，能增加一些鉴宝的能力，老夫感激不尽。我哪懂什么鉴宝知识？要不是有这双意外得来的神童相助，我连东西都认不全呢。旺哥哥，你就答应爷爷嘛，好不好？我会很乖的，我绝对不会给你惹麻烦的。你就让我跟着你和婉莹姐姐嘛，好不好？诗诗她活泼开朗，又有林老爷子牵线搭桥，李旺他或许也觉得诗诗这样的女人更可爱吧。他们站在一起倒是挺般配的，我或许该离开了。婉莹，你要偷偷溜去哪？诗诗，我……婉莹，你对李旺的心思我都看出来了。在拍卖会，你为了救我爷爷，你肯付出自己的一切，我就知道你是真心把我当好姐妹的。我林诗诗才不会抢好姐妹的男人呢。只是我想以后也能跟你在一起，跟李旺哥哥在一起，我们3个人在一起多热闹呀！你不会嫌弃我这个大电灯泡吧？傻瓜，你胡说什么呢？以后不管去哪，我们都在一起，好不好？行，真是服了你们。